吃饭时发现诡异的是，一旁的壮汉似乎在欺负一位女人，或许是源于对女人的怜悯，男人选择了开口帮忙。Well, I wish you were. 两人的目光一时间被吸引。此时的杰夫显得尤为淡定，但他不会想到面临的是怎样一个壮汉。暴躁的壮汉很快来到他的一旁，质问杰夫为何多管闲事。然而杰夫却一直不以为然，壮汉顿时火冒三丈。此时的杰夫没有多说什么，但壮汉的怒火仍然没有熄灭，拿起杰夫的食物大口咀嚼，甚至在吃完后还吐下了一口鱼香。而杰夫却依旧没有任何生气，反倒是壮汉显得很是得意，并且还拿起了手中的小刀，逼着杰夫一定要吃下去。不料此时的杰夫终于摘下眼镜，看着眼前呆滞的壮汉，杰夫直言称他的小刀没有任何作用，如果胆敢有任何鲁莽的行为，那一旁的前妻就成了证人，而他现在只剩下离开的选择，否则杰夫便会立刻报案。眼看面前的杰夫信誓旦旦，壮汉的内心也打起了退堂鼓，他可不想在人多的地方被抓住，不少一会儿就找了个借口离开。出门时还生气地踢了一下杰夫的车子。虽然倒车镜被壮汉踢坏，但还是化解了一场不必要争斗。一旁壮汉前妻连忙过来表示感谢，而杰夫的眼神却直勾勾地凝视，听黛西讲述和壮汉的婚姻经历。10分钟后，杰夫拿着一卷胶带上车，他将后视镜粘起来暂时使用。回家的途中却莫名下起了大雪，不多时车子也很快没了汽油。他赶紧来到了一个加油站，也就在杰夫准备加油时，附近的壮汉正喝着小啤酒，恰好路过了这个加油站。当看到杰夫的车也停在这，他顿时意识到报仇的机会来了。等到杰夫加完油离开时，壮汉随即便跟了上去。一路上大雪覆盖了整个世界，壮汉也紧紧跟在杰夫身后。但面对如此空旷的路面，杰夫很快通过镜子发现了壮汉的车在后面紧跟。他料想到壮汉肯定是来报仇的，于是踩紧油门，一路将车速提到180码。趁着一个拐弯的视野盲区，杰夫将车子开到了一旁的路岔口里，然后赶紧关闭了车子大灯。等到壮汉路过时，完全没有注意到杰夫正在路岔口关着灯躲避，直到壮汉已经走了很远，杰夫这才发动了车子准备离开。然而更麻烦的事情还在后面，漫天的大雪越来越离谱，视野很快变得模糊。杰夫本想伸手去擦玻璃，却未料车子一时失控，车辆一时撞到路边，杰夫忙踩下油门准备冲出来，可轮胎却一直在雪中打转，被迫无奈下他只能先行下车，但任凭他有多大的力气，车子就是被推得丝毫不动。他尝试着用双手挖开后靴，可手指都快被冻红了，一时没了办法，杰夫只能回到车里，赶紧用空调给自己取暖。要知道在漫长的雪季里活下去至少要保证温暖。此时手机也没了信号，荒郊野外里这可不是个办法，他赶紧关闭了车灯，以保证接下来能够有电力。时间很快来到了清晨，杰夫的脸上沾满了凝雪，眼看着风雪越来越大，杰夫意识到不能坐以待毙，于是整理好行装准备寻找救援。但在离开时，他却来到了后备箱，等打开一看，彻底惊掉下巴，壮汉的前妻黛西竟然被困在了里面。原来杰夫是著名的小镇变态，早在此之前已经害了多位女性，只是这一次却不巧碰到了暴雪来临。眼下为了活下去，他只能出去冒险。但后备箱的黛西可没有消停，在意识到杰夫已经离开了后，他拼命挣脱手上的胶带，在反复的击打后排的音响，终于让黛西找到了空隙，再凭着使出全身的力气，将后排的座椅一把推倒。眼下对于他而言最重要的事，便是从杰夫的车上逃出去。但面对如此巨大的暴雪，黛西在风中彻底凌乱，呼吸也开始变得急促。他很快便意识到暂时逃不出去，于是他只能选择回到了车上取暖。在休整了几分钟之后，黛西来到前排寻找工具，第一个发现的便是胶卷，紧接着居然找到了一瓶药水，看来这便是弄晕自己的手段了。另一边，杰夫在雪中徒步，却不小心一个不慎，杰夫踩空，直接崴断了他的小腿。但此时哪能在这里多留，多待1秒都有被冻僵的风险。他只能靠着顽强的求生意识，朝着一旁的车子一步步爬去。好在距离车子的位置并不远，杰夫艰难地回到了车子上。眼下重要的是弄好伤口，要不然的话感染后更加麻烦。而就在杰夫割开裤腿时，黛西正在后面等待机会到来。可此时杰夫一个回眸拿工具时，却看见前排储物盒被人打开。杰夫立刻意识到大事不妙，在通过镜子确定被人动过后，他将右手缓缓放落下来，准备拿起一旁小刀。此时的黛西也觉察到了，这一刻空气都变得寂静。就在即将拿到小刀时，这块布上早已淋满了杰夫的药水，不出10秒钟，他很快便晕厥了过去。直到半小时后，杰夫睁开眼睛，此时的他脖子被胶带捆住，就连双手也被绑在方向盘。黛西赶紧拿着小刀上来质问，要求他快点说现在是在哪里。可这荒郊野外遍布大雪，杰夫也早就迷路在了森林。这一时，黛西感到了绝望，难道就要丧命在茫茫大雪之中？他赶紧找到了杰夫的手机，在得知这里没有任何信号后，他的绝望也得到了印证。可回头一想，母亲总会报失踪案的，但未料一旁的杰夫做了件事，早在弄晕黛西时，他就找到了手机，给黛西母亲说要去找前夫复合，说完就把黛西手机丢掉了。You son of a bitch!
如果有母亲帮忙报失踪案，那或许两人还能有机会被发现。可眼下他们只能靠自己了。也就在此时，杰夫发现了什么，车里面居然变得异常暖和。回过神来才知道一直开着空调，他立刻责令黛西赶紧关闭。现在两人是一条绳上的蚂蚱，如果不节省剩余的电力，谁也不知道这阵暴雪要持续多久，到时候两人都得被埋没凛冬之中。然而即便等了半天过去后，外面的天气仍然没有变化。黛西无聊地拿起杰夫皮夹子，经过杰夫亲口承认之后，得知了他一直都是一个人生活。可奇怪的是，为什么一旁还有儿童座椅？此时的杰夫却说那是道具，故意为了让女人们相信自己。得知后的黛西气愤不已，愤怒地将儿童座椅扔了出去。随着漫天的大雪飘零，时间很快来到了深夜里。黛西突感一阵尿意来临，她先是打开了车里的灯光，然后警告杰夫不要耍花样，随后跑来到车外方便一下。可这个机会杰夫早已等待许久，他拼命地想挣脱开胶卷，可绑得太紧没有反应。好在这时一旁的钥匙吸引了注意，再回头看看车门的锁扣，杰夫使出浑身力气，想要用钥匙关闭车门，这样便可以让黛西无法进来。经过他不懈努力后，钥匙终于被他轻轻地勾到，车门也随即关闭了起来。此时黛西已经在外面结束了方便，等到开门时已经无法打开，而里面的杰夫正拖延着时间，准备先挣脱掉胶卷。可外面受冻的黛西却拿起刚刚丢掉的儿童座椅，趁着杰夫还没有挣脱开来，直接砸穿了车窗户。没等杰夫挣脱胶卷，黛西已来到了他的身后，拿起他身上的安全带一把拉住。杰夫很快感到了窒息，眼瞅就要停止呼吸了。可后面的黛西在察觉到异样后，从来没伤害过人的他还是选择了放弃。杰夫这才捡回了一条小命。此时车外的大雪加剧，整个车身几乎都快被埋没，刚刚砸破的窗户飘零着雪花。黛西现在只能通过胶卷勉强站住。等解决好了屋内的温度后，黛西赶紧将车灯熄灭。凌晨时分，两人都进入了睡眠。而此时的黛西却听到一阵声响，她连忙坐起来，拿着武器防备。大雪纷飞的深夜里怎么会有异响？杰夫也被响声所吵醒。车外的怪物吓坏了两人，他们疯狂地按响着喇叭。好在没一会儿，怪物也消失在大雪中。荒郊野岭的怎么会有怪物呢？原来相传在这一带附近的森林里，有种惩戒坏人的怪物时常出没，只要有坏人来到这就会被怪物带走。然而此时的杰夫并没有当回事，相比于刚刚梦境一般的怪物，他更担心眼下自己的小腿伤势，如果没有及时得到治疗，那可能明天的太阳都见不到了。可面对外面暴雪肆虐，两人的脸部已经出现冻伤，甚至肉眼可见的发紫。但偏偏此时的电力系统恰好耗尽，任凭黛西如何重新发动，车内已经一片漆黑。两人就这样在冰天雪地里苦等，直到第3天，两人已经身体逐渐僵硬。为了能保持仅有的体温活下去，黛西只能紧紧靠在杰夫身边。纵使知道眼前的人是敌人，但为了活下去也无可奈何，彼此互诉鼓励对方不要陷入昏睡。只要这个时候意识不够清醒，那很可能会直接一觉醒不过来。然而就当两人彼此坚持时，杰夫却说了一句 You can't make everything so fragile, including this tape. 两人一时间陷入了打斗中，被掐住脖子的黛西一头撞了过去，试图打算先逃到后排的座位，可未料身后的杰夫一把抓住，将他直接按倒在地上。也就在两人争斗时，外面的怪物再次袭来，一阵一阵的敲打着车身。没过多久之后，挡风玻璃就被掀开，寒风中出现一道怪物身影。杰夫这一下知道自己要完了，他是死抓住前面的黛西，准备拉着黛西一起垫背。黛西见此也没了办法，只能脱去自己取暖的羽绒服。最终，杰夫消失在了茫茫白雪，而黛西赶紧跑进了后备箱中。2天后，一辆扫雪车驶来，司机在开车时发现了异常，等从车上下来后一看，小汽车已被大雪覆盖，直到走近才听到什么异响。打开了后备箱后，只剩下黛西冰冷的躯体。